怎么样，暖和点没？嗯。师兄，嗯，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偷偷溜出去看月亮？记得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只要月亮特别大、特别圆，你都会闹着要我陪你进山看月亮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跑得特别快，我转头发现师兄都没跟上，然后整个人就乱了方寸了，慌得在林子里都迷了路了。我也记得那次，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你，你一看到我，哇的一声大哭，把我都吓坏了。无论我在哪里，你都能够找得到我。小时候，我总是盼望着长大，以为长大就能够懂得人生的喜乐，却没想到长大后，才知道儿时无忧无虑的好。近几日，我总是想起爷爷跟我说过的那句话：莫为苍生，为自己而活。浮生乱世，我怎能只为自己而活？师兄，要是你愿同我隐姓埋名，不问江湖，我便愿冒着被秦王捕杀之险，与你远走高飞。是啊，但愿我这次找燕翔剑比武，能有所收获。衣服应该干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天光先生等着我们呢。嗯。师兄，你有没有喜欢过丽儿？你是把丽儿当作妹妹，还是当作一个女人对待的？却穿不过早已笃定的碗，谁还在谁心欢？若心不安，对不起，我方才有点冲动，所以才……师妹，丽儿，我这辈子心里只有你，没有别人。我一无所有，我也不知道我能给你什么，但从懂事开始，我便发誓要一辈子照顾你，永不负你，永不令你伤心。丽儿，如果这辈子我不能照顾你，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。师兄，你一定要活着，你要为天下人而活。你要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丽儿的心永远只属于你一个人。你一定要记住。是我
可谁将谁先忘？怎甘心我竟看不穿，空落泪被牵绊，又无法释放，却怎奈何转身注定是孤单。师兄，你要记着，无论何时，我都是你的。思念情也真，年年月月同余生。烟消间，花落雨纷纷，不过是一个春。师妹，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我实在是太幸福了，幸福的不像是真的。丽儿，从今往后，无论你走到哪儿，我都会紧紧抓着你，生死不离。走了。师兄，一路注意安全。公孙姑娘准备什么时候走？秦军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先生，请你照顾好我师兄，不要让他因为我去做傻事，因为他有更大的责任。我不想他因为我而耽误。放心吧。
恭迎公孙姑娘回宫。恭迎公孙姑娘回宫。你也为了越苍茫，去陪弄离人。风吹花落，眉眼结了霜。丽儿，我这辈子心里只有你，没有别人。如果我这辈子不能找到你，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。师兄，从今以后，属于你的那个丽儿已经死了，请你从此忘了我吧。细细盼望，细归细身旁。简简单，你我过去曾是这样之间，爱纷纷出现。渐渐渐的远，化作今生的陪伴。有时候分手自己悲哀。回宫。撤。荡荡一场，几番荒谬，让肌肤惆怅。眼成霜，风卷花，缘的情太长。细细盼望，细归细你不许离开我，也不得不许离开。一辈子都要和我在一起，上一天都不行。爱恨转身不安，渐渐渐的远，化作今生的陪伴。姑娘，难道是臣误诊了？怎么？姑娘，容臣妄言，您非处子之身了吧？你想说什么？我究竟怎么了？禀姑娘，臣必须先启禀大王，方能向您禀告。姑娘饶命！你告诉我，我究竟怎么了？
姑娘，您有身孕了。你说什么？师妹，师妹，我回来了。田光先生，金少侠，田光先生，朝歌如此之远，怎么这么快就返回来了？见到了严相剑吗？当然见到了。此次和高大侠比武，收获颇多，还多谢田光先生居中安排。高大侠本来还说要我去齐国看看，但我根本没有心思，有妻宰不远游嘛。我进去找我师妹。师妹，金少侠，怎么了？你师妹走了。走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公孙姑娘去秦国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明明知道秦王在缉捕他，他为什么要去秦国？是啊，是啊，他一直要我瞒着你。其实你中毒的解药，实际上他是从咸阳带回来的。咸阳？如此剧毒，如何能解啊？是我去城里问的，听说那里有很好的名医可以解毒。我打听了好几个人，说是有一个方士，他可以解毒，是一个老奶奶告诉我的。那这个药方……哎呀，你就不要再问了，你好好养好你的伤。你不是说你要练会剑术，然后要保护我的吗？你这样子怎么能养好伤呢？他一直在骗我。他始终不愿意说出事情的真相。田某一直在猜测，或许他已经和秦王做了交易。为什么？他是要救你的命，明白吗？姑娘走的时候，就带走了她爷爷给她的青铜剑，还有你送给她的丝巾。金少侠，荆轲，坦白说，秦国也罢，夏侯鞅也罢，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些。我只想跟师兄找一个洞天福地，远离这些江湖恩怨，做一对平凡的人。你一定要活着，你要为天下人而活。你要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丽儿的心永远只属于你一个人。你一定要记住。大王驾到！
都退下吧。诺。你守约了。我是替我师兄来的。你进了寡人的王宫，就休想离开半步。为什么是我？只要你一声令下，众多诸侯会为你奉上万千美女，供你享乐。为什么你非得要我？那些见我便臣服的女子，无趣。我不是你的玩物。你越是这样抗拒我，我越是想得到你。喜欢咬人？禀大王，什么事？是关于公孙姑娘的事。传。诺。臣参见大王。太医有何事如此急迫？禀大王，今日为公孙姑娘把脉之时，姑娘她怎么了？臣惶恐，经臣诊断，姑娘因有孕在身，已有月余。太医，弄死府中胎儿！你要杀他，就先杀我！滚！诺。你以为本王不敢杀你是吗？啊！为什么不求饶？说！这是你的功，王要我死，我岂能活？他是个孽种！他是我的孩子！李忠，臣在，看好公孙姑娘。若她有个闪失，寡人要你们的命！遵命。李忠，你告诉太医，若是他敢说出公孙丽有孕在身，格杀勿论，不留活口。诺。自打吕相国离秦之后，
大王便亲理朝政，凡事亲力亲为。臣妾入宫以来，至今尚未见过大王。今日听闻邀我们姐妹一同用膳，心里特别高兴。是啊，我也许久没见过大王了，这还是入宫以来大王第一次主动邀请我们呢。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好事？哎，若儿姐姐，在这儿最具有位分的便是您了，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呀？本宫也没听说呢。不过，看在妹妹们对我如此厚爱的份上，若是本宫得了什么恩宠，定不会少了你们的。谢谢姐姐。大王到！参见大王。有劳诸位夫人赴今日宫宴。这位是公孙氏，魏国濮阳人。赵高，宣封。诺。大王有旨，特册封公孙氏为4品良人，赐名骊姬。贺大王喜获良人。身为公孙家的女辈，从未想过会成为秦王的妃子，实在是羞辱至极，愧对家国。既然是如此大喜之日，大王喜获良人，不如让骊良人为我们吟诗助兴。大王意下如何？楚夫人此意甚美，良人，你就吟诗一首吧。楚夫人盛情难却，丽儿献丑了。大车侃侃，翠衣如毯，岂不尔思？为子不敢。大车吞吞，翠衣如门，岂不尔思？为子不奔。古则异士，死则同学。未与不信，有如皎日。骊良人所吟的是我楚国王后西归所作之诗，确有才情啊。西归本为西国夫人，她就有此诗来证明她对西侯之事。无论楚王如何霸道抢占，西归之心仍然坦荡招人，一女不侍二夫。本宫听闻，骊良人出身武家，祖父是魏国统帅，又时常与祖辈们行走江湖，肯定身手不凡。不如这样吧，今日骊良人让我们这些久居深宫的嫔妃们瞧瞧，开开眼界，如何？姐姐，这儿毕竟是大王的后宫，舞刀弄剑的有些不妥当吧？妹妹，这你就不懂了。秦人素有尚武之风，想必大王也不会介意的。既然楚夫人这么想看，良人，你就别让大家失望了。光是你一个人比武肯定不行，要不然这样，寡人派我大秦的第一高手蒙武和你比试比试，你看如何？嬴政，你根本就是故意的，你明知道我有孕在身，
巴不得我就此滑胎。蒙武将军可厉害呀！我秦国多少武士都是他的手下败将，今天这比武可精彩了。妹妹们可都看好了。来了。蒙大人，今日比试只是为了给大家助兴，大人千万别太认真，点到为止即可。若是伤了丽良人，那可就扫兴了。禀夫人，蒙武自然明白。哎，敏妹妹，你这话可就小瞧我们丽良人了。人家都说江湖中能人异士极多，丽良人是出了名的江湖侠女。论领军布阵，也许蒙将军能胜过丽良人，但论单打独斗，蒙将军未必是丽良人的对手。你说是不是啊，丽妹妹？楚夫人过奖了，我没那个本事。丽良人，本宫很是看好你，你不必过谦。蒙大将军，你可要认真点儿，要是真输给一个后宫妃子，以后你还有什么面子率领我们大秦的黑军呢？末将必当全力以赴。两人全力相搏，看来才有趣。不如这样，如果谁赢了这场比武，本宫赏黄金500两，骏马10匹。既然赢者有赏，那立即可否向大王讨赏？你想要什么？若立即侥幸获胜，大王可否将我们公孙氏祖传的青铜短剑还给我？等你赢了再说吧。蒙清，你以本领比武便可，无需容情。诺。李忠，把剑给他。
厉良人的武艺远胜蒙武，兼之以光风霁月，狭长异骨，实在是令人钦佩。蒙武认输了。蒙将军，真没想到帝竟输给了我们厉妹妹。这事要是传了出去，可是有损将军颜面呢。蒙武不才，让大王和各位夫人见笑了。既然骊姬侥幸获胜，那大王是否还信守承诺？厉夫人武艺精湛，寡人自当重赏。李忠，大王，不可！以厉良人的武艺，若随身佩剑，恐怕会对大王不利，还请大王三思。卫尉大人，你什么意思？卫尉所言甚是，后宫嫔妃成天舞刀弄剑的，成何体统？更何况，万一要是威胁到大王的性命，谁来负这个责任？你们都想多了。寡人从没打算把剑给他，方才只是让李仲带他下去休息罢了。你身为一国之主，怎么能说话不算数？寡人何时说要把剑给你了？何来说话不算话？嬴政，让你保住腹中胎儿，就是对你最大的仁慈了。你还想要什么？大王驾到！参见大王。都封你为良人了，为何见到寡人不叫大王？为何要封我？后宫本就是那些嫔妃的梦想，不是我的。你从来都不是我的王。都退下。诺。你不要忘了，是本王让你生下那个野种。那不是野种，那是我和我师兄。你放开我！你弄疼我了！放开！你如果想留下他，你就必须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寡人的孩子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永远也别把那个人说出口。一旦这个孩子生下来，马上把他送出宫。我要你发誓，永远都不会离开秦国，因为这就是你生下他的代价。说！我发誓，我今生都不会离开秦国。
寡人要让你知道，只有我才是你唯一的王。青儿姐姐，以后你可要多照顾照顾我们呀！你看你现在是丽良人身边的红人，丽良人又深得大王恩宠。你看今晚大王又来丽良人宫里了，别多想。等等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丽良人在哪儿？你问我们丽良人干嘛？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，我会跟丽良人禀报。我是。我没在宫中见过你。来人呐！看着寡人，寡人从未伤你，为何你总以此厉目看我？一家两代，上自我祖父及我爹娘，都是被情人所伤。今生今世，你让我如何不愤恨情人？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想杀了寡人？是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，割下你的头颅，带火我魏国故土，为我千千万万魏国人报仇雪恨。罢了，寡人没兴趣了。如若有一日，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我一定不会跟他们分离，哪怕是要苟活，我也一定会守护他，一定会抚育他长大。我要活下去。良人，奴婢从太医那儿讨来的养颜圣品还不错吧？听说这可是宫中太医依照史传秘方调制而来的，只要坚持用这个芋泥，定能让肌肤细腻白嫩，更加美丽动人呢。良人，您别难过了，其实我都明白的。你都明白，
本宫一句话都没有讲，只叹口气。你也明白吗？自然是能明白的。良人，您别看我年纪小，但是小时候在魏宫啊，我娘服侍过不少后宫嫔妃，她们呢，都是为了同一件事情而叹气。所以奴婢自然是明白的。你说说看，说对了有赏。唉，一叹春日早逝，二叹君王难遇。在咱们这个秦宫中，大王的宠妃没有1000，却也有800。许多嫔妃入宫，直到现在都没有见过大王一面。在昭襄王的时候，至少每一位嫔妃1个月还能见大王1次呢。可是咱们现在的大王，勤于政事，疏于房事。唉，您说能不让人叹气吗？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真是韶光易老，春日早逝。本宫真怕一直到死，都没能见上大王一面。你真是我的知音呢。大王到！参见大王。臣妾参见大王。出去。今日大王来臣妾宫里是。你小子胆儿挺大呀，居然敢擅自闯入宫内，想刺杀我们大王啊！啊！告诉你，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哎，大哥大哥，今天大王有赏啊！来，待会儿再忙吧啊！吃点东西。呸！今天算你走运，待会儿老子再教训你。哎，来。哎，大王为什么赏啊？啊，大王打胜仗了？哎呀，不是，我听说啊，是来了一个新嫔，这大王大喜呀，宫里上下都有赏。哦，哪儿来的新嫔呢？哎，不过这事儿说来可就奇怪了，咱大王后宫里边不都是些个公主跟王女吗？哦，这听说这个新嫔呐，还是大王在外边费劲给缉捕回来的。哦，缉捕啊？一个女人抓来就完事儿呗，缉捕什么呀？哎呦，我大哥呀，哎，你这就有所不知啊。听说这个女的会舞刀用剑，哦，进宫的时候啊还撒泼呢。咱宫里那帮人差点就给她伤了，凶得很呐。没想到咱大王还喜欢这味儿的。住口！哎，你小子说什么？我叫你们住口！统统给我住口！嘿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你！我打死你！住口！死吧你！别打死你！脑子给你割下来行不行？臭子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哎，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诺，说吧，昨晚大王他……昨晚大王先是去了丽良人房里，但不知为何没过多久，就气冲冲的出来了。气冲冲的出来了？难道……夫人，您先听我说完。大王离开丽良人房后，便去了景良人房里，直到后半夜才出来呢。什么？直到后半夜才出来？去，给本宫把景良人那个小贱人叫过来。诺。楚夫人金安。
妹妹们客气了，坐吧。谢夫人赐座。今天本宫把你们叫来，所谓何事？你们知道吗？妹妹不知。妹妹不知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本宫想，入宫这么多年，本宫作为姐姐，本应该好好照顾你们，与你们多多联络感情。无奈后宫事务繁忙，祖太后时常把本宫唤去陪伴，所以疏于对妹妹们的照顾了。姐姐，姐姐对咱们很好，怎么会疏于照顾呢？是，敬良人说的是。承蒙两位妹妹不嫌弃，不过说真的，在这后宫里，我和两位妹妹在众位姐妹里也算是比较熟人，再加上出身都差不多，所以真的应该互相照顾。当然，除了丽姬那个出身卑微的野女人。诺，咱们姐妹要多多照应啊。哟，姐儿妹妹要这么说，那本宫就再高兴不过了。所以说，以后大王再有什么需要，我们就应该互相分担。有福，该共同的享；有事，也别互相瞒着。你们说对不对呀？哎，你说那小子挺走运的。对，这晴脸和割指他可都没享受过呀。不是，这酒没动手了，着实有点痒啊。哎，要不咱俩把他那鼻子割下来，玩玩如何？哎，过来，把门开了，开。站起来！是，来，快！起来！舒服啊！哎呀，哥，动手啊！等等，怎么了？把他带出来，即刻发送骊山为承担。哎，展秋，给他换身干净的衣服。什么是承担？你小子，你升官了，可惜了啊！这漂亮的鼻子，我是得不到喽。近日这几夜，大王有时去丽良人房中，有几日并没有。然大王仍不改独寝之习，在丽良人房内，通常不至夜未中便会离开。丽良人新嫔入宫，又受大王册封，却未让大王夜夜流连，这其中是何故啊？不得其解。上仪，你密切监视丽良人，只要有关大王在后宫的一举一动，都要向本宫禀告。诺。丽姬那个民女，性格凶悍。如果不是靠着几分狐媚功夫迷惑大王，她能靠的是什么呀？大王为何将她弄入宫里？夫人，
要不要上仪夜里溜去，趁大王在丽良人房内时，听听虚实？这你都能听出来？王后特别让上仪自处随公主嫁入秦，便是因为上仪知道宫中男女之事，王后特别交代了，公主只要有需要，上仪必定知无不言。哦，原来母后还交代了这样的事情。行，那你去看看吧。诺。哎，等等，我觉得还是不妥。你直接去太明显，别人一看就知道是本宫让你去的。本宫的宫女都是从母国带过来的。这样，你去找一个你自己的亲信去办这件事。还是夫人想的周全，上仪这就去办。大王到！大王。若你想保住孩子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跟寡人验好吗？都退下吧。诺。想干什么？你为了我苍老，去陪浓离殇。风吹花落，眉眼结了霜。在洛阳，你不是已经和寡人共眠了吗？雨打窗棂，敲响泪两行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还想问你呢。这是我的房子啊。这是你的房间。对啊。寡人昨天是喝多了，回房间了。寡人？我这人就这样，喝多的时候喜欢称自己为王。孙少侠，你别见笑。其
其实我早就应该知道，赵公子只是个名副其实的骗子。寡人从不逾越公言。那日和你一起睡，的确是赵公子，并非秦王。奇怪，怎么没有动静啊？要和你试出亚好之下，可能还得多待一会儿。哼，你想和本王做点什么？本王随时奉陪。大胆！哪个宫的宫女在此偷听大王行事，实属非礼。微微恕罪，微微恕罪，奴婢这就告退。